这一期我们在平遥古城的西南角找到了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双银寺，住了山西特色民宿，体验了古城氛围，哇，还去了旅游区外的城镇闲逛。话不多说，开启旅行吧！好美啊！哦，这有个好漂亮的大教堂。朋友们，海洋现在到了平遥古城站，距离古城还有7公里。反而老车站平遥站呢，其实就在古城旁边。现在交通还是很方便哦，出门就可以乘坐这个108路公交车，票价1块。这车的人超级多啊！平遥古城不愧是顶流。要注意，要领的是晋中公交车卡，千万不要领平遥的。平遥的就上不来车了。这师傅一路超速，超速行驶，减速慢行，一路提示。它这个108公交有2套，北线是到北门，然后南线是到南门，不要搞错了。我们这次是订了一个特色的民宿，正在等到老板接，暖心。这门还挺漂亮。到了，进去看看。这是我们晚上的住宿，古香古色的，氛围感满满。饿的深呐，红成这样，我的天，这好红好红！来，别想我。来，先看看我们的双洞大炕，可以一次性洗用一片，2瓶水，然后再看一下卫生间。有浴霸，然后就是非常秘密的小马桶，有点发黄，忘带那个一次性马桶套了。食物，可爱的洗手池，东西都有。嗨，小电视，就是很简便的一个小房子。对，还有非常奢侈，有空调。来，大家猜猜这个房间有多少钱？答案可以打在弹幕上。3、2、1。我现在要公布答案了，154带早餐，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价格值不值？走，下去了。今天既然晴天了，所以我们现在临时决定去双银寺。现在呢要去北门，坐108的这个北线公交车就可以直达了，真方便。哇，在大跃进那会儿，人民公社那会儿特别火的部分。毛主席万岁！我们碰见了什么？等我们有时间过来看一眼啊！哇，它这面县城和旅游区平遥古城真的就是一墙之隔哈。如果说觉得里边吃的贵啊什么的，可以出来看一看。哇，路过一个居民楼，肯定是没有见过这种筒子楼的，第一次看，又长见识了。哇，还挺舒服的这种2层。哎，我听里边好像还有人住哈。冬天7点30，夏天8点40。哦，是，里边的东西的确是你发的。这边特别好玩的是，他们的宾馆、客栈加饭店是一体的。我们不知不觉走到火车站了，哇，真的是离古城好近呐！范女士的酒店，漂亮啊，它的装修很欧式。狗都会拿着烤肠棍吃烤肠吗？不是，他会拿着那个棍儿吃烤肠。票价35，讲解51次，挺大的吧？我们现在是到双银寺了，走。军官证啊！哎，你好，2张。要说双银寺，它在艺术界的名声可是顶呱呱。寺内现存宋、元、明清4个朝代的精美彩塑，足足有2000多尊，这个数量能占到整个山西省彩塑总量的1/6，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珍宝，是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实打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具体的建寺时间不详，但是寺内最早的姑姑碑上面明确的写道，早在北齐武平2年进行了重建。这个就应该是那个姑姑碑。看你考你眼力的时候到了。我们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一个政和3年。啊，风雨自然了。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参观导图啊。这是个戏台。进入拱券形山门就是天王殿，面阔5间，进深3间。这块天足圣境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树匾，檐下的这4大金刚足足有3米来高，面部表情非常生动，大架势大体型。重点观察他的眼睛，据官方说啊，每走4步，你就会感到被其中一位金刚的目光紧紧锁定。我这样瞅的话，他像蔑视我，一副要干掉我的样子。殿内门口是4大护法，看他的眼睛。殿中坐的是天冠弥勒菩萨，已经很难见到了。打我记事起，大家提起弥勒佛必定是大肚子、笑呵呵的形象。只能是这样看，它左右两侧都是有的。现在是驾满殿，就是我们的关羽。我们现在看到的关羽像是清代所塑，丹凤眼、卧蚕眉，很是威风。哎呀，看他的肚子，好亮。2面墙悬塑的方式讲述了关羽一生的丰功伟绩，有怒斩华雄、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等。来，罗汉殿，这叫罗汉殿，也叫观音殿。哇，天哪！观音菩萨头戴花帽，身着法衣，双手在胸前比着法印。注意他的眼睛，就好像低头在看着咱们一样，眼里有光。正面的神台凸出来，上面有须弥座和莲花台。木头神龛里面坐着的是18罗汉，正好对应18罗汉拜观音的说法。这18罗汉呢，跟真人差不多大，表情性格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有的静，有的动，有的站，有的坐，就跟真人在面前一样。看它这上面还有装饰呢。OK， 走地藏殿。他入地藏的门比他早，所以他们在佛地藏菩萨主位呢是头戴花冠的地藏菩萨，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是菩萨的坐骑谛听，长得特别有意思，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足。两侧的神龛内塑造的是十殿阎君的坐像和手拿朱砂笔、生死不得六曹判官，这是地狱的场景。来，帅哥再合个照。它坏掉了，但是这样可以看见它里面的构造。它这还真的挺体贴的，它是怕你看不懂，在每一尊下面都写上了一个牌儿，然后他是谁。但是你看它跟受气儿了似的，嘟嘟个脸，大眼睛，这个就很慈祥。十殿阎罗。啊，土地殿，这就是本地的土地爷。两边是金童玉女。哇，你看他的眼睛好慈祥啊！释迦牟尼殿是双云寺中轴上的第2座大殿，供奉的是佛祖创始人释迦牟尼，他是佛国最高的统治者。2尊胁侍菩萨，左为文殊，右为普贤。殿内是碧塑结合玄塑，以连环画的形式塑造了48个故事，讲述了他从出生到涅槃的经历。但是你看这些古代印度人的衣物啊，明显都非常的中国化。真是可惜，要是能离着近一点就好了。特别想仔仔细细的把每个故事都看一遍，但是现在有这个栏杆嘛，也是为了保护文物。千佛殿正好没有人。千佛殿玄山式建筑，面宽7间。哇，这好多壁画啊！哇，现在都看不见了。殿内彩塑达500多尊，占了全寺的1/4。主像是自在观音，又称水月观音，明代。这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就是这个韦陀，被称为最美韦陀。它身高啊只有1.6米，身姿呈现夸张的 S 型，刚俊与秀美，面部表情生动，眼神坚定，身穿山纹甲衣，一定不要错过哦。殿内4周还放了很多的悬塑和壁塑，分置了5层到6层，有的神佛脚蹬彩云向前行，有的静坐，有的互动，与主像呼应，浑然一体。两侧都是漫天神佛。
来到大雄宝殿，它是中轴线上的第3座大殿，也是主殿，面阔5间，进深6间，歇山顶，屋檐下设有走廊，顶部的色彩真的非常的端庄艳丽。大雄宝殿也是双银寺最高大的建筑，据记载，此殿原为7层阁楼，高可望省，因大火而被毁，圆柱直径91米。这儿印了好多的石碑啊，就是上面的字已经不清晰了，但还是能看出关于以前的一些往事。我们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一个政和3年三生佛。迎门而立的是铁柱包泥的接引佛，殿内主像为三身佛，一字排开。按佛教教义，佛有3身，中间的是法身，毗卢遮那佛，左尊为报身，卢舍那佛，右尊为应身，即是释迦牟尼佛。大雄宝殿是唯一一个没有栏杆的殿，但是它这面的雕塑呢，整体和前面的都是不同的。佛坛东西两端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遥相对坐。中轴线最后端是佛母殿，俗称娘娘殿，建于明正德年间。最中间的3尊法像是三霄娘娘，这边环抱婴儿的是送子娘娘和母母娘娘，每尊娘娘的两侧都有侍女和女官。真义祠。东边的小殿叫做真义祠，里面的是睡姑姑和药婆婆的传说。好小，祠内里边有一个睡姑姑，还有个样姥姥。明朝有一个有钱家的姑娘叫婉儿，她把家里的钱呢全部拿出来修寺庙，后来自己生病了，总是睡觉，被路过的药婆婆给治好了。2人之后又互相陪伴着，直至去世。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一对姑嫂，就建设了祠堂。还有传说啊，这2尊像里面包的是真人骨。双银寺的夯土城墙让我们在离开之前再次感受到什么是疑似一城堡的震撼。但我们的平遥之旅还未结束，下一期我们将手持125元的平遥古城3天通票，冒着大雨用36小时极限打卡，看是否能够逛完古城内的20多个景点。这份通票究竟是邪赚还是财坑？它能带我们看到怎样的净身繁华？一键3连，下期见。哇！